1节课的时候，教室里还有一点冷，不是真的冷，而是早上刚开始运转的那种空气。窗户半开，光还没有完全进来，黑板上的粉笔字带着一点湿气，边缘微微晕开。林春雨趴在桌上，他其实没有真的睡着，只是眼睛闭着。他知道老师在说什么，也知道自己应该把笔拿起来，跟着把例题抄下来，但他的手没有动。他撑着疲倦。他今天早上4点50就醒了，睁开眼的时候天还没亮。房间很安静，只有外面偶尔经过的机车声。厨房的灯打开的时候，光有点刺眼。他站在瓦斯炉前，等水滚的那几分钟，是他一天里最放松的时间。水开始冒泡的时候，他才完全清醒。红茶倒进大桶里的时候，会有一点热气往上冒，带着茶叶的味道。他把吐司一条一条切开。这些事情他已经做了很多年，久到不需要思考，久到有时候他会忘记自己原本是什么样的人。等他走进教室的时候，第1节课已经开始了。他没有迟到，很少迟到。他只是慢慢走到最后一排坐下，然后把书打开。他先把窗户推开一点，风从外面吹进来。他喜欢那个瞬间。老师在前面讲解题目，声音不大不小，粉笔敲在黑板上的声音规律的像某种节奏。他的眼睛慢慢闭上，不是故意的，也不是完全失去意识，只是那个声音太规律了，规律到让人放松。他的额头轻轻碰到手臂，呼吸变得慢了一些。林春雨，他听见自己的名字，他吓了一跳。抬起头的时候，椅子往后移了一下，发出一声不小的声响。他站起来，脑袋有一点空。老师看着他，这题答案是什么？他低头看书，但他没有办法把它们连起来。他知道这题刚刚讲过，他甚至记得老师写了什么，但现在那些东西像被谁抽走了一样。他站着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时间其实没有过很久，就在他准备随便讲一个答案的时候，前面有一只手轻轻把笔记本往后推了一点，不是刻意帮他，只是刚好让他看得到。他的视线停在那页上，字写得很整齐，最后一行有一个被圈起来的答案。他停了一下，然后开口 ：“B。”老师点头，坐下。他坐回去，笑声很快就散掉了，教室又恢复原本的样子。他看着前面那个人，他没有回头，只是把笔记本收回去，翻页继续写，像刚刚那件事根本没有发生，他却没有办法当作没发生。他看着他的背影，看着他转笔的动作。他本来没有打算去找他说话。那节下课之后，教室很吵，有人站起来伸懒腰，有人围在一起讲话，椅子在地板上拖动的声音此起彼落。林春雨坐着，他把笔拿起来又放下。他其实没有事情一定要说，那一句谢谢也不是非说不可，那本来就是一件可以就这样过去的小事。他停在他座位旁边的时候，还是觉得有点不自然。他不太会站在别人的世界里，尤其是这种没有被邀请的时候。他伸手轻轻敲了一下他的桌面，声音很小。他抬头，眼神疑惑，然后才落在他身上。他轻轻地说，刚刚谢谢你。他看着他，没有立刻回，沉默到他开始觉得自己是不是打扰到他了。没事，他说。他点了点头，本来想就这样离开。他看着他说，你常坐最后一排？他愣了一下，因为靠窗。他点头，比较不闷。他看了一眼窗户，会冷吗？他摇头说还好。他没有再说什么。这段对话本来可以在这里结束，
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马上走。两个人之间有一点很奇怪的空白，不是尴尬，只是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。最后是他先开口说：“那我先回去了。”他坐下来翻开课本，看着上面的字，他在想刚刚那几句话，很普通，可他却记得很清楚。之后的几天，事情没有明显改变，他们没有变得亲近，也没有突然开始聊天，只是有些小地方不一样了。他开始注意到一些事情，比如他有时候进教室的时候，窗户已经是开的。他一开始以为是别人开的，后来有一天他提早到，教室里只有他一个人。他站在窗边，手还放在窗框上，风从外面吹进来，他站在门口没有出声。他转头看到他，手还停在那里。他说了一声早。早。他走进来，他把手收回来，回到座位，然后低头把书拿出来。那天他一整个早自习都没有再睡着。中午他没有去福利社，他其实常常不去，不是不饿，是不太想花钱。他坐在位置上，假装在写作业，其实是在等时间过去。他低着头，视线停在题目上，但注意力不在那里。他听见有人走过来，脚步停在他旁边，他没有抬头，直到一个东西被放在他桌上，他才看过去，是一个饭团。他愣住，周瑜安站在旁边，手已经收回去了。多的。他没有立刻拿。不用。他看着他。真的多的。他摇头说，我没关系。他没有马上说话，只是看着他，然后问，你是怕欠我，还是不想吃？他愣住，那句话问得很直接，他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他当然不是不想吃，他只是不习惯接受。他看了他一眼，把饭团往他那边推了一点。那就当我请的，之后再请我就好，像再给他一个台阶。他停了一下，手指慢慢伸过去，把饭团拿起来。谢谢。声音比刚刚更小一点。他点了一下头，转身走回位置。他看着手里的饭团，没有马上打开。他其实有一点不太习惯，那种有人注意到他没有吃东西，那种被看见的感觉。他低头把包装撕开，咬了一口，很普通的味道，但他却吃得很美味。那天之后，他们之间多了一点东西，说不上来是什么，不是朋友，也不是暧昧，只是有一条线被悄悄拉近了一点。他还是会在课堂上偶尔撑不住，他还是会在他被点名时把笔记往后推，他还是会说谢谢，他还是会点头，没有多说，但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完全没有交集。有一天放学，他收书收得比较慢，教室里的人已经走得差不多。他把最后一本讲义塞进书包的时候，才发现前面还有人。周宇安还没走，他坐着，手里转着笔，没有在写东西，只是坐着。你还没走？他抬头说。等一下。等什么？他问完才觉得自己好像问太多了。他看着他。等你。他整个人愣住，那两个字太直接了，直接到他不知道该怎么接。教室里很安静，只剩外面走廊偶尔传来的脚步声。他站着，手还抓着书包。为什么？他想了一下，像是在找一个不那么奇怪的说法。顺路。他知道那不是真的。他家在反方向。他没有拆穿，只是点了点头。他把书包背好，两个人一起走出教室。傍晚的光从一侧照进来，把地板拉出一条一条影子。他们走在一起，没有很靠近，
也没有刻意拉开，中间刚好留了一点距离。他听见自己的脚步声，还有他的，他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他也没有开口，但不觉得不舒服。那种安静不是尴尬。走到楼梯口的时候，他停了一下。你打工的地方是往这边？他点头。那我陪你走一段。没有问他要不要，只是告知。他看了他一眼，没有拒绝。那是他第一次没有推开别人。他们走出教学楼的时候，天还没有完全暗下来。傍晚的光停在走廊尽头，斜斜地照进来，把地板分成一半亮一半暗。空气里还留着白天的温度，但已经开始有一点晚风的味道。林春雨把书包背好，肩膀往前倾。他走路的时候习惯稍微低着头，不是没有自信，只是这样比较省力，也比较不容易和人对上视线。周于安走在他旁边，没有刻意贴近，也没有拉开距离，他们之间维持着一种刚好的间隔，刚好不会碰到，也刚好不会让人觉得是个走个的。一开始谁都没有说话，楼梯间的回音有点空，脚步声被放大，一阶一阶落下来，很清楚。走到1楼的时候，外面的人多了一点，有人推着脚踏车，有人站在校门口聊天，还有几个刚打完球的男生，笑声很大。他们走进那片声音里，林春雨本来以为他大概会在这里说我先走了，但他没有，他只是顺着他的方向走。走出校门之后，街上的声音变得比较散，机车经过的声音，便利商店门口的提示音，远远传来的广播声，一点一点混在一起。你每天都这个时间去？像只是顺便说一句。差不多，他回答。几点下班？平日10点，假日比较晚。他点了点头，没有再问。他却忍不住看了他一眼。他步伐不快。你呢？他问。话一出口，他才发现自己很少主动问别人的事。他看了他一眼。我？回家。他说得很简单。他点头。又安静了，在想要不要再多说一点什么。他们走过一个路口，人行道上站了几个人。他站在他旁边，视线落在对面的红灯上。他忽然听见他说：你很少讲话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说：有吗？他看着他说：在班上。他想了一下说：没有什么好讲的。这句话不是客套，是真的。他的生活很单纯，单纯到没有太多可以分享的部分。他没有反驳，只是点了点头。绿灯了，人群开始往前走，他们一起过马路。只是他发现自己好像不太想让这段路结束。便利商店的招牌在远处亮着，他停下来说：我到了。他也停下。他本来想说谢谢，但这次没有说出口，因为那样好像会让这段关系又退回原本的样子。他只是看着他说：那你回去吧。他点头说好。他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，人群慢慢把他淹没，他才转身走进店里。门口的感应铃响了一声，他换上工作制服，但心象还没完全回来。之后的日子变得有一点不一样，不是剧烈的改变，而是一些很细小变化。他开始习惯在放学的时候看向前排，有时候他会先收好书包，有时候会等他，有时候没有，但只要他在，他就会知道。他们开始会一起走一段路，不是每天，也没有约好，刚好同时收书，刚好同时走出教室，刚好走在同一条路上。他们会聊天，一开始很少，多半是很短的句子。今天考试怎么样？还好，数学那题有点难。慢慢的会多一点。
你早餐店都几点收？中午前？你每天都帮忙？差不多。不累？他想了一下，习惯了。他没有再问，但他后来才发现，他开始记得这些事情。有一天中午，他还是坐在位置上。他其实已经不太抗拒吃他给的东西了，但他也没有主动开口。他把一瓶饮料放到他桌上，他看着那瓶饮料，今天很热。他笑了一下，说了句谢谢。班上的人开始注意到，只是几个比较敏感的。哎，你们是不是常一起走？同桌有一次这样问他，他低头写题目，刚好而已。刚好这么多次。同桌笑得有点意味深长，他没有回答，只是把笔握紧了一点。他不是没有感觉，他只是还不敢承认。有一次晚自习，他留下来写题目，教室很安静，只有翻页的声音，还有偶尔咳嗽声。他写到一半卡住了，那题他其实会，只是今天怎么都算不出来。他盯着题目很久，久到眼睛有一点酸。哪一题？旁边有人说。他抬头，周瑜安站在他旁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的。他把题目转给他看，他看了一下说，这里算错。他指了一个地方，他看过去才发现自己前面就错了。他拿起笔在旁边写了一段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他点头，他没有走，到他旁边的位置坐下。他一开始有一点不习惯，但很快就没有在意。他们就这样一起复习，偶尔会偷看他一眼。他专心的时候，眉头会微微皱起来，笔在纸上划过去的声音。那一刻，他觉得有一种安心的感觉。真正让他开始不安的是某一天，那天他没有等他。他收书的时候，前面的位置是空的。他本来以为只是他今天比较早走，但放学后他在校门口看到他，他跟几个人站在一起，旁边有一个女生，他没有看清楚脸，只看到他们在笑。他站在原地，没有走过去。他本来就不只属于他的生活，只是刚好被分到一点。他转身往另一条路走。那天他没有去打工，他说自己不太舒服，其实没有生病。隔天他还是坐在最后一排，窗户还是开着，一切看起来都一样，他也还是在前面。周瑜安转头看他的时候，他没有像平常那样回看，低头像在看书。他没有走过来。那一天，他们没有说话，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几天。他开始觉得不习惯，不是因为少了什么具体的东西，而是那种本来存在的东西被抽走了一点。他才知道自己有多依赖。直到那天晚上，他留下来晚自习，教室几乎空了，他一个人坐着，写到一半他停下来，不是因为题目，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他低着头，眼睛有点酸。有人拉开椅子，他抬头，周瑜安坐在他旁边，没有说话，也没有问他怎么了。过了一会，他说，那天那个是我妹。他愣住，没有反应过来。校门口那个。他整个人停住，心里那块卡住的地方忽然松了，但他没有立刻接话。他来找我拿东西，像在解释一件很小的事。他低头说，我没有问。我知道，但你有在意。他没有否认，只是沉默。他看着他说，林春雨。他很少这样叫他全名。他抬头看着他，然后他说，你不要一直假装不在意。他心跳乱了一下。我没有，他下意识说。他没有反驳，只是看着他，那个眼神很安静，却让人没办法逃。有。他没有再说话。他知道他说的是什么，
只是他一直不愿意承认。那天之后，他没有再刻意躲，他也没有突然变得勇敢，他只是没有再往后退。时间慢慢往前，天气开始变暖，校园里的树开始长出新的叶子，风也不再那么冷。他们之间的距离没有被谁刻意改变，却还是一点一点靠近了。那天，他在晚自习结束后说：“我喜欢你。”没有预告，没有铺陈，但他没有觉得突然，因为那句话其实已经存在很久了，只是一直没有被说出来。他只是很安静地说：“我现在不能。”他点头，没有失望。我知道，那就等你可以的时候。但他们没有等到那一天。后来周雨安因为家人工作的关系，需要转学到台北。他转学的那天，他没有在学校，他在医院。他妈妈躺在病床上，睡得很浅。手机震了一下，他看见那则讯息，他看了很久没有回。很多事情就是这样错过的，不是不够喜欢，只是时间没有对齐。毕业后他去了台北，他变得更忙了，他开始会为自己做选择，开始知道什么是他想要的。2年后的春天，他在咖啡店上班时，门口的风铃响了一声，他抬头看见了周于安，他站在那里，他没有立刻走过去，他也没有立刻开口，他们就那样看着彼此，像把这些年的时间一次看完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他走过去，站在他面前。现在呢？他问他。他看着他笑了一下。现在可以了。这句话很简单，却刚刚好。春天的风从门口吹进来，像什么一直都在，只是他们终于走到同一个时间。